王菲春晚演唱歌曲为何突然流泪？背后原因让人心疼。2025年蛇年央视春晚，王菲罕见现身，并且演唱了一首新歌《世界赠予我的》。唱到动情处，王菲一度眼含热泪。不少观众觉得奇怪，这明明是一首祝福的歌曲，王菲为何会突然落泪？实际上，背后原因让人心疼。近期，王菲家的老邻居黑妮突然直播，她和王菲的母亲都是歌唱家，早年经常一起在外跑演出，所以两家合伙找了一个保姆，负责照顾孩子们的饮食。王菲和哥哥小的时候经常去她家里吃饭，两家人走动也比较多。可王菲母亲60岁的时候，却因为乳腺癌突然去世。后来王菲的哥哥也在50出头的年纪离开了人世。本来王菲是不敢将这个消息告诉老父亲的，生怕对方想不开。可没想到的是，这几年她的父亲也走了。如今算下来，与王菲有血脉亲情的也只有她的2个女儿了。所以在唱到远处者去了远方，愿她都安心时，王菲才会突然落泪。恐怕也是想到了自己逝去的亲人吧。其实从早年王菲一家人的合照中就能看得出她有多受宠。照片中的王菲打扮得十分精致，却又不失童真。哥哥则坐在一旁，伸出剪刀手逗妹妹。她的父母也十分儒雅，看起来家庭条件不错，氛围也很和谐。只有在这种环境下，才能培养出这样简单纯粹的天后。当年王菲外出工作期间，窦唯爱上了另外一个女人，发现丈夫偷吃之后，王菲十分洒脱地选择抱着孩子离开，没有任何纠缠。之后她二嫁李亚鹏，结婚之后却发现对方与自己想象中的不同，于是再次选择洒脱离开。如今与谢霆锋重新走到了一起，二人也没有领证结婚，但感情却十分稳定。就像王菲早年说的，爱情就是一种感觉，对了就在一起，不对就分开。而她之所以如此洒脱自在，恐怕也是家人给她的底气，难怪她会在春晚舞台上因为思念落泪。那么对此你们有何看法呢？跌落神坛的王菲仅用1个晚上，让所有人见识到了她的江湖地位。今年春晚舞台上，要说最令人意外的，那绝对是王菲的惊喜现身。她一张口，立马让人回到了曾经那个王菲最爆火的时期。即便她已经有很多年不在舞台上唱歌了，但她的嗓音依旧十分空灵，引人期待。要知道，在春晚舞台上，很少有演员能够有机会独唱，大多数都是合唱。但王菲时隔7年重回春晚，依旧被节目组给出了独唱待遇。这一幕彻底证明了王菲的江湖地位，也让大家看到了什么是天后的牌面。而等王菲演唱结束之后，属于她的热搜可以说是接连不断，不管是她的唱功，还是她不变的颜值，亦或者是她佩戴的耳环，都能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。从这儿能够看得出来，王菲俨然还是当年那个因为太红了而有些困扰的天后。其实近几年，王菲在唱歌方面确实接连翻车，尤其是2016年王菲在上海举办的演唱会，当时声势十分浩大，甚至还开启了线上直播。可没想到的是，在演唱《匆匆那年》时，王菲的音色出现了问题，就连同行歌手都站出来指责王菲，俨然一副王菲已经跌落神坛的模样。可如今再看春晚上的王菲，才发现她风采依旧，一张口还是大家熟悉的味道，狠狠地打脸了那群质疑她的人。不得不说，这场春晚彻底让我们见识了王菲的影响力以及火爆程度。那么你们觉得王菲明明已经淡出娱乐圈这么多年了，为何一出场还会如此受欢迎呢？78岁赌王不用试管，为何还能生女？背后3大要素必不可少。你现在1个月能够见几次何先生？就你们那个时间表是怎么排的？我们每3天见他1次，就2天见1次吧。我们1天就24小时，是我今天2点钟陪何先生到明天2点钟。我们才换。万万没想到，原来赌王的私下生活丝毫不比古代皇帝差到哪去，甚至就连和哪个女人见面都有严格的时间表。而梁安琪身为赌王最后一任太太，她的手段自然不容小觑。早年，她凭借舞蹈与赌王一舞定情，赌王私下找到梁安琪，希望她能和自己一起生活，每月赌王会给她10万元的生活费。可梁安琪并没有一口答应，而是说自己要考虑一下。梁安琪用了2天时间，为自己的未来做足了规划。她对赌王说：“我可以和你一起生活，但我不要零花钱，只要你教我做生意。”梁安琪恐怕也没想到，就是这样简单一个约定，未来居然会将她推上女强人宝座。与赌王在一起之后，梁安琪也没闲着，她第一件事就是马不停蹄地为对方生下孩子。她用了9年时间生了5个子女，每一个孩子都是剖腹产。当年何猷君出生那会儿，赌王已经74岁了。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何猷君会是赌王最后一个孩子，可没想到4年之后，梁安琪又生下了何超欣。
而这会儿的赌王已经78岁了。看到这个孩子，不少网友猜测，这恐怕是梁安琪做试管得来的。毕竟一般男人过了半百之后就很难再生了。可梁安琪的一句话却道出了赌王78岁还能生女的真相。据梁安琪曾说过，赌王非常会养生，别看他的年纪已经78岁了，但实际上他的身体却十分年轻。有小道消息传出，赌王每年一到秋天的时候就会与太太们分开睡，春天再恢复原样，简称为秋收冬藏。这样一来能够减少对身体的损耗，这是赌王老来得女的第一条因素。第二则是赌王的超能力，他在饮食方面十分注意，各种滋补食物层出不穷，光是一份炒饭赌王都能吃出花来。除此之外，赌王在医疗设备方面花费也十分惊人。晚年为了维持身体机能，他随便打的一针续命针就要花费80万之多。在超能力的作用下，他的身体就算比同龄人年轻也实属正常。而第三大要素则是赌王心态好。自从拿到赌牌成为赌王之后，他就再也没感受过穷的滋味。物资条件好了，家庭自然也十分和谐，几房太太和平相处，子女们也是各顶各的出息与孝顺，每天都没有什么烦心事，身体状态自然就好了。那么你们觉得赌王老来得女的原因是什么呢？窦靖童直言遗产全给妹妹，王菲真实地位已经显现，可能更多会留给就是弟弟妹妹们吧，他们留给弟弟妹妹。在某综艺节目中，嘉宾们谈到了遗产分配问题。面对主持人的询问，窦靖童直言，如果自己去世的话，遗产都会留给妹妹们。看到这里才明白王菲有多会教育孩子。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窦靖童有2个亲妹妹，第一个是窦桂圆，二人属于同父异母。当年王菲与黑豹乐队栾树恋爱，在他们的内部聚会中，王菲喜欢上了窦唯，二人阴差阳错走到了一起。窦唯也抛弃了自己当时的女友，与王菲领取了结婚证。二人居住在北京的老胡同中，王菲生下了窦靖童。可没想到的是，趁着王菲外出工作期间，窦唯又与从事摄影行业的高原走到了一起。3人这段关系持续了很久，直到某次有记者采访窦唯，询问他高原是什么身份，窦唯回答是我的爱人。之后，王菲回到北京与窦唯离婚，并且带走了窦靖童，而窦唯也如愿迎娶了高原。但2人结婚之后，高原才发现王菲才是他们家庭中赚钱的主力。面对日常生活支出以及柴米油盐等等，他们再也回不到曾经灵魂共鸣的程度了。最终，高原生下了窦家园，也与窦唯提出了离婚。窦靖童有王菲这个靠山，在做音乐方面自然要顺利很多。窦家园也喜欢音乐，但与姐姐的名气相比却差得多。不过姐妹2人关系不错，窦靖童也很照顾妹妹。除了窦家园之外，窦靖童还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妹妹李嫣。当年王菲与窦唯离婚之后，便被李亚鹏追到了手。2人结婚后，王菲生下了李嫣。李嫣是先天性唇腭裂，所以父母对她的关注便更多一些。但窦靖童从来没有因此嫉妒妹妹，反而还特别心疼对方。看到有人嘲讽李嫣长相，窦靖童第一个不答应，甚至还有传闻称窦靖童嘴角下的虾线就是为了妹妹而纹的，因为他想要借此告诉妹妹，这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不用在乎外界的流言蜚语。前段时间，李嫣的第4次手术已经完成，如今的她恢复的相当不错，和普通孩子没什么不同。而窦靖童也洗掉了虾线，从这儿能够看得出2姐妹的真实关系。难怪她会说要将遗产留给妹妹们。不过这句话恐怕也让王菲十分伤心，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在女儿心里的地位居然不是第一。不过这也很好理解，毕竟王菲手里的钱这辈子都花不完，并且她赚钱也十分容易，只要接个广告代言就能轻松把钱赚，所以窦靖童才不会在这方面考虑王菲。那么你们觉得窦靖童做得对吗？